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四午，佛历闰8月上初三，万象多云转小雨，24到29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245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涨幅 0.04%。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4.9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66 基普，涨幅 0.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6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9基普，跌幅 0.2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呈现窄幅震荡、微幅飘红的态势，大盘开盘报 1304.12 点，盘中一度冲高至 1336.53 点，随后有所回落，最终收于 1317.68 点，较前一交易日微涨 0.47 点，涨幅为 0.04%。昨日全天市场交易量为92万4100股，总交易额达 14.10 亿基普，市场整体交投表现平稳。在个股交易方面，昨日市场表现出现分化，其中老挝电力和老挝农业成为推动大盘上涨的主要力量，两者股价均微涨10基普，收盘价分别达到2470基普和1350基普。相比之下，部分个股遭遇回调，塞万尼跌幅最大，下跌40基普，收报4260基普，老挝石油也小幅下跌10基普，收报2340基普。其余上市股票昨日均表现平稳，股价未发生变动，其中交易量最大的个股为中老证券，成交量达46万0800股，股价持平于265基普。外贸银行紧随其后，成交21万9200股，收盘价稳定在2540基普。此外，联合发展银行、马哈腾、浦西开发、万象中心等股票亦均以平盘报收。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579万8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20万1000基普，跌幅 0.44%。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7月15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82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99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外交部妇联举行庆祝活动，迎接老挝妇联成立71周年。7月14日，老挝外交部妇联在外交部举行庆祝活动暨美食节，迎接老挝妇联成立71周年。外交部副部长麦通塔马翁萨主持仪式并致开幕词，他对妇女工作提出指导，要求女干部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深入开展3好竞赛，并结合爱国与发展运动。同时赞扬了外交部妇女同胞此前取得的成就。外交部妇联主席盛达万翁赛在会上简要介绍了老挝妇联71年来的发展历程。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展销老挝特色美食与产品的妇联展位。活动还向退休女干部等赠送了贺礼，并向赞助企业颁发了荣誉证书。领导家属及各界代表共同出席。2. 老挝商品博览会在万象举行。2026年度老挝商品博览会于7月16日至20日在万象老挝国际商业展览中心举行。本届国家级展会由老挝工业贸易部外贸局与越南工业贸易部贸易促进局联合举办。老挝工业贸易部副部长普塔万南塔翁与越南驻老挝大使阮明星等出席。展会共设250多个展位，吸引了两国140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农产品、手工艺品和医疗用品等。期间，老挝工业贸易部办公厅与越南老挝 AZ 股份公司签署了电商平台项目谅解备忘录，助力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越南化学公司与彭沙万公司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展会期间还举办两国文艺表演与商业对接活动。3. 国家红十字会向琅南塔和博交两省民众发放救助物资。7月15日至16日，老挝国家红十字会主席坎拉万占塔拉万率团，向琅南塔省威普卡县和博交省会晒县共100户困难家庭发放了总价值9000万基普的救灾救助物资。地方政府、
各级红十字会代表及当地民众出席了交接仪式。此次发放的物资包括衣服、鞋子和方便面等日常必需品，旨在减少灾民开支并缓解燃眉之急。坎拉万站塔拉万在仪式上表示，此次救助体现了国家红十字会对各族困难群众的人道主义关怀，旨在帮助大家克服当前的生活困难。4. 第16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网络秘书处研讨会在首尔举行。近日，第16届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网络秘书处研讨会在韩国首尔举行，老挝外交部经济司司长松本希哈纳率团出席。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成员国合作展开，探讨了 AI 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角色。松本希哈纳分享了老挝的国家 AI 战略与合作倡议。同日，他出席了地区协调员临时会议，并建议论坛应审视既有文件，以推动倡议务实落地，同时对蒙古和多米尼加的协调工作表示感谢。5. 巴瑟市市长傅华出席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会议。7月13日至17日，巴瑟市市长苏维塞西颂旺率团赴中国云南昆明及西双版纳，出席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会议。本届会议以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为主题，多国市长及代表围绕绿色可持续城市发展交流了经验。期间，苏维塞西颂旺一行参加了环保植树活动，并实地考察了西双版纳傣族麦麦村的群众参与式文旅减贫模式。代表团还出席了世界市长会议和滇池论坛，旨在吸纳多国城市发展新理念，为未来将巴瑟市建设成为绿色、宜居及可持续发展城市奠定基础。6. 占巴赛县举行帕塔拉达纳马尼西占巴佛塔奠基仪式。7月15日，占巴赛省占巴赛县始建于1884年的阿玛达亚拉姆寺举行帕塔拉达纳马尼西占巴佛塔奠基仪式。占巴赛省副主席松本小翁萨、县委书记威莱萨顺通及老挝佛联中央副主席马哈苏万占塔拉等出席。该佛塔旨在供奉佛舍利、古佛像和高僧骨灰，凝聚佛教界团结。佛塔设计高21米，融合澜沧与老南部的八角形建筑艺术，预计耗资60多亿基普，资金全由国内外信众捐助，计划18个月内完工。省政府要求积极监督施工，将其打造为世界遗产地未来的文化心灵地标与旅游景点。7. 多部门向琅勃拉邦市火灾受灾户发放救灾救助物资。7月15日中午，老挝航空琅勃拉邦分公司员工沙万佩班亚位于琅勃拉邦市曼俄村的住宅发生火灾，造成房屋及大量财产损失。当地省、市、村3级公安、消防及救援队迅速赶赴现场将火扑灭，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当晚，琅勃拉邦省和市2级灾害管理委员会、省红十字会及省人大代表赶赴现场慰问，并向受灾家庭发放了150公斤大米、方便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同时发放了省级500万基普、市级250万基普的救助金。曼俄村村委会也提供了初步援助。8. 蒲海山区路段因山体滑坡导致塌方的道路现已恢复通车。7月16日傍晚，甘蒙省昆坎县公路水路交通厅、县交警队联合昆坎县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以及伯里坎塞省康格县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调了工程承包公司调集重型机械前往甘蒙省昆坎县蒲海山区路段，对因山体滑坡导致受损堵塞的道路进行清理与抢修。目前，该路段已恢复通车，但为了安全起见，过往车辆仍需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